安倍毫无廉耻，坦言要明确表达想法来阻止中国统一，谁给他的胆子？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富田少。近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针对台湾问题是口无遮拦，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的一些右翼政客准备用武力来干涉台海问题，阻止中国统一的图谋。针对中国外交部向日方提出的严正交涉，安倍晋三不但没有悔改收敛，反而声称自己非常光荣，甚至还提出了明确表达想法才能阻止冲突的说法。安倍在做客网络节目时宣称，我已经卸任首相，是一名普通的国会议员，中国能够关注到我的发言，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还宣称我在参政的时候饱受批评，对批评有免疫力。安倍的强硬回应还受到了日本极端右翼媒体和右翼分子追捧。日本的右翼小报就安倍上述的一系列表态进行炒作，称安倍和自民党保守派正在给岸田文雄政权的对华政策和对台湾的态度提出新的要求，也就是逼着岸田文雄对中国大陆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否则就会被称为媚中派。安倍还对岸田文雄的执政进行了点评，说他看起来柔和，其实非常强韧，并希望首相在修宪方面努力。也就是说，安倍在当首相的时候想干而没干成的事儿，希望他的继任者岸田雄文能够在这个方面的继续努力，来达成其目标。日本媒体认为，岸田文雄上任之后呢，任命田方正为外相。安倍认为此人是亲中派，因此对岸田文雄进行了言论的敲打。那么，安倍为何现在跳出来干涉台海事务？应该说，其用心是非常歹毒的。一方面，安倍下台之后呢，认为自己仅仅是个国会议员，因此呢，不受身份的限制了，可以说出心里话了。另一方面，安倍依然是日本右翼的政治领袖，他就要利用自己的这个身份，逼着岸田文雄在两岸问题上对华强硬，继续落实对中国方面明确表达想法的策略，并认为这是阻止中国统一的一个重要手段。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受和平宪法的限制，要想直接宣布用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可能不现实，而且后果会非常严重。另外呢，它还存在着某些力量不足的问题，比如说日本的自卫队本身能力不够，是一支被美军阉割的作战力量，它的进攻能力相对比较弱。如果美国都不敢武力介入，那么日本不敢有所动作。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国力和军力的逐步强大，两岸统一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日本的右翼政客对此非常着急，怎么办？在安倍政府后期，他们就已经开始通过所谓的明确表态来增加对中国统一的阻力，并且为使用武力来干涉台海问题打下舆论基础。安倍说，明确表达想法才能防止冲突，其本质就是那些日本右翼政客企图通过舆论战的方式来干扰台海事务，把台湾问题国际化，让中国大陆不敢轻易的下决心发起统一行动，让两岸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在菅义伟政府时期，日本就是这么干的，其主要表现方式有这么几个：一呢是炒作台海将要发生战争的风险。正是由于日本政客的这么一系列的炒作，才出现了G7会议有关国家所表达出来的关切台海和平的情况。实际上，中国大陆更关切台海的和平问题，但是日本这么炒作下去，就会造成只要中国大陆发起武统，就是在主动破坏台海和平的形象，其用心极其险恶。第二呢，日本从首相、外相、防务大臣，再到日本防卫白皮书都把台海问题当成重点，无非就是想告诉中国，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也就等于美日同盟有事，想通过对中国进行武力威慑来阻止或者延缓中国统一的进程。日本的这些政要通过打嘴炮的方式企图阻止中国的统一，虽然没有办法改变台海的局势，但是呢，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麻烦。中国完成统一大业，还需要更有技巧地做好舆论战工作，让国际社会认识到，破坏台海和平的是日本台独分子以及
日本的右翼政客，这才是我们下一阶段需要努力的方向。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海峡两岸最终的统一也是历史的必然。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